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今天的嘉宾，请开门。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刘先生，42岁，来自河南，个体；冯女士，40岁，来自河南，教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我们结婚18年，我老公一天到晚把忙生意挂在嘴边，对我对3个孩子一点都不关心。我就想问问他，他还想不想要这个家了？我这一年为了生意确实忽略家庭，但我也是为了能让他和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我的本意还是好的。在他心中，他的生意，他的兄弟都比我们重要。他在这个家就像一个隐形人，那还不如让他彻底离开。哎呀，这太太看起来可生气了哈。各位老师，我先来说一下我们2个的相识经历吧。就是我们2个是高中同学，现在结婚18年了，然后我们现在有2个女儿，还有1个儿子。哎呦，多幸福呀！但是他就是这么多年对我对孩子就一点都不关心，我觉得他在外面是另有新欢了。不是，你能说就说，你不能说就别说，你别张嘴就来，好吧？我不是张嘴就来，我就发现他就是跟我们店里边的那个女店员走得特别近。那个店员就是原来回家的时候也不理我们，也不跟孩子说那么多啊。但是前段时间就是我就发现他回来的时候呢，老夸那个女店员，夸人家又是长得漂亮呀，能力强，然后还说人家情商高，身材还好。就是有一次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用手机点外卖了，点的是那个螺蛳粉，他是不吃螺蛳粉的。我就觉得纳闷，我就问他嘛。然后他就说是给那个店员点的，人家工作了，把饭都忘了吃了，说明人家对工作认真，知道吗？废寝忘食。那店里边那么多人，你怎么不给别人点呀？就给他点。每个人有自己的分工，你不懂生意上这些安排，你就乱说。关键一点，他说平常你回家都不跟他说话，就这段时间跟他说的话说的多了，但内容都是这女店员。因为他有时候说你做什么我都不懂，我就跟他说一下店里的情况。那你夸人家什么能干了，身材好了，这也是事实啊！啊，那事实可多了，都能跟太太讲吗？因为我是想把他作为店长培养的，那我肯定要跟他说一下人家这个各方面的条件。就这么多年，他从来就没说是夸过我，就整天就是埋怨我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除了这个点外卖这个事儿啊，就是还有那个团建，我就想着我们也放假了，然后就跟着他一起去吧。然后我直接跟他一说，他就直接拒绝了。不是，最后去没去？你说。最后是去了，但是我软磨硬泡的，然后你才让我们去了。去了以后有什么新发现吗？去了以后，他就不管我们，就围着这个女店员，一会儿问人家就是你渴不渴呀，累不累呀，然后喝不喝水呀。我跟你说你不懂，因为那天去不是说就真的就是团建，也是借那个机会，然后就推进一下单子，里面还有客户呢，对不对？那我跟他说话更多是跟他说一下，哎，今天要说什么，你盯紧哪个客户，然后能把单子推进就推进一下。我就觉得他就不正常，还有就是他还给人家送香水。哎呦，我就是我们俩一起回老家，然后我就发现车里边有那个香水味儿。因为我这个人我不太爱打扮，我也没喷过香水，他也不喷，所以就是车里边有香水味儿，我就问他了，他说那个是那个店员的，我也没在意。到晚上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女店员发微信朋友圈了，说什么谢谢亲爱的送的那个香水。亲爱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人家客户当时就给了2个香水，然后就说让我回去就是用一下，那所以我就给了那个不是亲爱的什么意思？那人家男朋友那天刚好也是送她那个香水，人家发了一个那个亲爱的。那么刚好？可能。其实我们那个香是几天前的事儿，是那天她发现了，刚好碰到人家那天是男朋友送给她香水。同一款吗？不是一款，我跟他说他可以对比。送了2套，他放车里边他都想不起来给我，人家女店员他就想起来。那个不是不用吗？就没有想到那个就一直在搁那儿没用。因为在你心里边我就不重要，反正现在我就觉得，如果说他想让我相信他，那他就把这个女店员给辞了。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这种胡思乱想，你影响生意吧？人家工作认真有能力，是不是年富力强的？这个很不容易遇到一个这样的。那有能力的人多了去了。反正我听到这儿，我听到关键词，你太太就觉得我在我老公心中不重要，这一定不是女店员这一件事让他觉得自己不重要，很多事儿，甚至说这个女店员啊和你有没有实际的这个暧昧，我们也没法探究。那咱们就讲一讲这18年你们的婚姻生活，我们来捋一捋吧。什么时候发现就不重要了呀？从就是我怀老大那时候，有一件事儿就对我伤害特别大。
就当时我回我娘家一趟，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不管多晚，你再忙，你回来接我。但是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他都没来。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最后没办法，我当时想的就是我们家离我妈那儿也不远，我就走回去吧。当时还下着特别大的雪，然后回去以后吧，就是打开门，一屋子的烟味儿。他就在那沙发上，就是喝醉了，睡着了。我当时我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不是这个事儿，从发生到现在，每年你都要提2、3次，是不是？你也说了，是吧？我那时候我都喝醉了，我能回家就不错了。我不是说我一直提，而是说这个事儿，你说你答应了，你既然承诺了，你是不是应该做到？这是老大怀老大的时候是吧？对。那后来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就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俩是自由恋爱嘛，我心里边老想着就是，以后时间长了，然后孩子大了，他会改变，但是一直都没变。我跟孩子，他就一直都是那种不关心的状态。就去年的时候吧，中午的时候我在做饭，然后我家小女儿跟那个小狗在玩的时候就被狗咬了。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你先带孩子去，我现在就去。但是我到医院都弄完之后，他都没出现。那个跟你说了，那个哥们儿打电话肯定着急的事儿，那我去给人家处理，不得处理完呢？所以在你心里边就是兄弟重要，我们都不重要吗？那你说这3个孩子他一直都缺席，你一个人带吗？有人帮你吗？就是从小都是我跟我婆婆一起把3个孩子带大的。这孩子学习情况各方面，这爸爸过问吗？说起学习的话，我就更生气。从来就是不管学习的。你可以现在问问他，就3个孩子上几年级，他兴许都不知道。不会吧？这么夸张？老二上几年级，先生？8年级吧，应该是。是。那么小的呢？老3呢？不是，你冷不丁的问我，真的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要加那个班级群，他就说你在班级群里你也做不到及时回信息。你问一下天下的当父亲的，有几个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上几年级的？脑容量仅够记住老2哈，老3就不行了。平时的时候，就是我说他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说你给孩子讲个故事什么的，他就是各种的推脱。有时候我说那你要不就给孩子讲个题，还没2、3分钟呢，我这边事儿还没忙完，那边就开始吵起来了。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这学习听着是不怎么管，然后陪伴孩子也很少。不是，其实我也很累的，我压力也特别大。然后这个生意这块了，包括一些人际关系，就是我真的我应付起来就已经很疲惫了，就是我也需要就缓解。有时候我也想平静一下。哎，你做什么生意的？就那个装修建材那块的。他说他压力大，有时候他一消失就是7、8天。他走的时候也不说，然后一出门，然后一关机，谁都找不着。那你婆婆没有说他儿子吗？我婆婆也特别的生气，就是平时的时候，我婆婆就特别像我，就是因为找不着她嘛，就把她车都给砸了。她其实就不应该跟我妈说，她脾气不太好，也上了年纪了，她就一听说那个什么香水吧什么的，她就生气，然后找不到我人，就把那个车给砸了。哎，那你找不着她的时候，你会比如说联系人家朋友啊，找这人？找不着她的时候，就是朋友谁都找不着。她的交际圈其实你也都还是认识的是吧？就是认识，但是你平时的时候，就是她就不怎么带我跟他的朋友聚。为啥？我也不太愿意跟他的朋友一块聚。有一次他说就是朋友聚会，让我跟他一起去。但是我当时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单位有事儿，最后我就晚了几分钟。然后到了以后呢，他就劈头盖脸的就把我骂了一顿。那个跟你说，那不是一个单纯的聚会，是吧？那有商务性质的，还有那个客户呢，知道吧？那你就是有客户在，你也不能不管不顾我就没有面子，我就没有自尊。平时也是，就是如果说我要跟他说什么事儿的时候，他就是3、2句的，然后就开始不耐烦，要么就是直接就是吼我一顿，就这种状态。这个我承认之前确实有，但我现在也正在找方法去改正吧。就是改变这个，我觉得我看不到这个改变，他不是说是1天2天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他这个人还特别的懒，这像家务活啊什么的，他从来都没干过。这也是就是我婆婆吧，从小把他带大，然后就是也给他惯的啊。那年春节的时候吧，然后我就是闪着腰了，然后一下子就跪在地上了，就起不来嘛。过了2、3天才好，但是就是干不了活嘛，我就说让他就是把地给拖一下，然后人家就拿着那个拖布，就是有3、2分钟，然后就说哎呀不行了，太累了，弄不了，就这样的。所以先生，你妻子其实对你提出了很多的控诉哈，桩件的不满，你有啥回应的吗？首先我就是只要是那个，比如说这个节假日啊，只要有时间，
然后就是我就那个带他们去到处走走，我们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这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就是他的贡献啊，带着全家去全国旅行对是吧？这个算是贡献。这个很不错了。哎，所以今天要来就是妻子想来的哈，你来的目的是？我就觉得他对我孩子都不关心，然后在这个家里边就没有一点存在感。我就觉得他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就现在社会上说的那种丧偶式婚姻，现在孩子们也都大了，我以前能忍，那是为了孩子，现在我忍不了了，那我就不忍了。那他想自由，那我就放他自由。不是什么自由不自由，我要什么自由？我肯定要这个家呀。有时候就这平时就是我们每年生日，别说我了，就是孩子们有时候他都能忘。不是这个生日，因为我那个生日好记，他那个生日就在中秋后的第5天，有时候那个刚过完中秋，你没反应过来，他就过了。哎，那你这个说的可就更不中听了啊！就再难记的日子，自己妻子的生日他也得记着呀。这我改。所以妻子的意思是说，你再不改，我这孩子也大了，我就不跟你过了，是这意思吗？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也没什么可过的必要了呀。你说他说他改，我是相信不了。所以你今天现在要来离婚的？对，我觉得过不了。不是他平时说话就这样，然后他就把事情说得很严重，就是他说的不是真心话。哎，他表态的时候也很极端，真的就是这个我了解他，就是。哎，你挺能拿捏呀。妻子就是嘴上厉害嘛。不是。那你认为他今天是真心想离婚呢，还是又是嘴上说的呢？他确实是感到很伤心，要不然他也不会说要来这儿。我今天我愿意能够陪他站在这儿，跟老师们诉说一下我们这些问题。我真的就是想挽回一下，不想让他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想让他不开心。来爱宝就是给你的一次最后的机会了啊！你们是情侣是吧？你觉得他们这个婚姻状态，你们有什么样的直观的感受？我觉得这样的婚姻的话，跟大哥过有你跟没你没什么区别，那过啥呀？我呢，就是这方面呢，看着是比较赞同那个大哥的。你想想，大哥家里3个孩子，他肯定要是为了赚钱，为了这个家，他才去努力拼搏。就赚钱是最重要的。对呀，我是不赞成他们离婚。我觉得这位大哥，你的大男子主义是那种很盲目的，然后很空洞的，然后也没有什么事实依据的。你老说你媳妇儿不懂，就他这么不懂他，那把你3个孩子就在你这种完全缺位的情况之下教育的还挺好的。他不懂什么是你不懂，你不讲道理，你也不讲道义。夫妻情分到后面，就如果不是爱情，我觉得至少是战友，你也没有当到一个很合格的战友啊。你回避你的工作压力，你回避你的社会压力以及你的家庭压力，你就会躲起来。其实我倒不觉得他一定是说有什么外遇啊什么之类的，就这种人嘛，他就属于这种就是想放空。还有我认为他给女员工点外卖这个事情还有一个点，是因为那个女员工给他提供了情绪价值，但是你没有，就像他说的想把他作为店长去培养，那么这个女孩唯一的上升空间和渠道就是你的丈夫。所以其实作为一个比如说刚入职刚踏入社会的比如说小孩来说的话，其实握紧自己的上升渠道也没有问题，只是说我觉得真正出位的是你丈夫的做法，让你的妻子感受到了偏爱。然后我觉得就是姐您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来就叨，我觉得这10几年把你变成一个怨妇。如果一直都对过去放不下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他是不会拥有幸福的，因为你没有幸福的能力。所以我觉得2个人都可以再改一改啊！我也觉得不劝你们俩离婚，我觉得可以往下走的一家子。人到中年不会再有人演你，为什么？因为你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应酬它不是娱乐，应酬也很辛苦。你呢？我有很多粉丝，中年女人现在都学会了，我每个月我都得去开一个酒店房间住1晚上。为什么？因为永远都是大量的信息往自己脑子里面钻。你看你3个孩子，还有婆婆，你还自己还是老师，还有一堆学生，对不对？每天是无数的信息往脑子里面钻，他没有脑子空的时候的，他才是那个需要出去静那个人，但他没这个权利，为什么？他要带那3个孩子。中年人真的没有人可以理解。而且刘先生，你的委屈我能看懂，你的委屈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允许年轻人忽视家庭，不允许中年人忽视家庭。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的家是小的，你人到中年你的家是大的，你的父母已经变老了，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他们需要你的情感。太太，我就跟你说几句话，你这个老师当的不合格。为什么不合格？因为你只会指责，你只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喋喋不休。他躲这个家躲什么呢？无非就是躲你们，因为只要回到家，你给他的永远是负能量。你能不能从正面的角度不断的去提升他内心对于这个家庭的依恋感？你是有3个孩子的，你手上有大把的主动性，为什么一定要用攻击性的语言呢？我跟你讲，有一个很小的技巧，就是你帮他宣泄一点点压力，你帮他宣泄一点点的压力，你就给他1个月，给他1到2天的时间，让他出去玩，自己出去玩，不要带孩子，不要带你，让他出去玩。你就多那么1、2天时间陪在家里面，你就很简单啊，你出去了，家里面没有人给你负能量，你就陪着孩子，想怎么玩怎么玩，也别管作业了，爱怎么玩怎么玩，你也不用出去躲清静了。好，谢谢陆琪老师。你看这解决问题还是得找陆琪老师啊。其实我又看了一下你们的背景资料，就2个人是高中同学，然后大学都从河南这种高考大省考到了北京，然后在大学谈恋爱，毕业以后一起携手成家立业，生了3个儿女，还把父母接到身边。我觉得是这种80后这一代中年人的一个范本，就很努力。丈夫能够做到自己生意做得还不错，养了3个孩子，那说明一定是后方有一个为你操持好的家庭。你要感谢你有一个贤妻，你别忘了你们曾经从高中到大学，你们是情深意笃走在一起的。我不觉得他是在这儿抱怨，他真的是因为爱你。我跟你说，你要知道好多40多岁的中年夫妻，如果他们爱情死了，但是彼此又觉得凑合过吧，反正一个社会角色，一个面子罢了，不会跟你提什么你要怎么着对我，你把钱给我就足够了，咱各过各的。你想想你身边是不是有兄弟或有其他老板家庭生活是这样，你晚上几点不回家都没有妻子给你打电话说老公你怎么还不回来？那些是死了的婚姻，你们的婚姻没死，妻子对你还有期待，妻子对你还有深爱，今天是给你最后的警钟。就这一点爱，如果你还不归家，还不回归家庭生活，我觉得也消耗的差不多了。他下次就不来爱宝了，直接给你个离婚协议。所以如果认清楚了这个现状的话，我认为你们还是一对有感情的夫妻，是应该重新开启真的第2次恋爱的时候。你得拿出提起精神头来，像你见到客户一样，你得吊着那股气儿去经营你的婚姻生活了。听完你们2位的故事啊，我想到一句话：婚姻里面最可怕的不是背叛，而是漠视。就像冯大姐站在刘先生面前，可能这样站了18年的对视，站在彼此面前，但是您的眼里已经没有他。所以这为什么是今天台上冯大姐一直在诉说18年间自己积压的那种愤怒，包括整个上台，冯大姐没有看您一眼，我都感觉她整个人都是憋着一股气。这个气不是昨天今天有的，而是憋了18年。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成功不只是赚钱跟生意，更是家庭幸福。您需要把这个点去更换一下。可能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就是觉得我有钱，我给你花钱，3个孩子我养的，我还怎么不行啊？我天天应酬这么累，谁不累？你问过他累吗？陪伴3个孩子长大累不累？操不操心？这些东西是您没看到的，他就是需要一个认可。说过吗？夸过吗？只知道夸人家身材好，老婆忘了夸。对于这位大姐，能感受到这18年来您的那些压抑、愤怒和缺乏安全感，的确是付出了很多，委屈很多。我觉得聪明的女人是抓住男人的心，而不是想要去拼命控制男人的行踪。我花更多的时间干嘛？关注我自己的成长。我自己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因为刘先生也说了嘛，他是不想离的。那我就给你考核期，3个月的时间，你能做到什么样的地步？3个月之后，如果做不到，我们再来谈下一步。如果能做到，那我就给一个机会。毕竟相伴18年，从高中时期在一起，从北京打拼出来，的确很不容易。他需要点时间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咱们抱怨问题。所以我觉得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为了咱们18年的感情，我觉得给彼此一个机会。但是要记住啊，刘先生，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人的心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凉了它就很难再被悟透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自己的婚姻，加油。在一个家庭，一个经常不回家、缺席、隐形、消失的丈夫，这对妻子来说，那是一种痛苦。我们外面有生意，我们忙生意，但是对家能够不管不顾吗？我们做男人的一定要有一个家庭优先意识。生意很重要，要养家糊口，也是为家做贡献，但是家才是我们的归宿啊。说到归宿，婚姻当中找对的人那叫归宿，找错的人那是坟墓。你们两个人都需要去反思，你们是找对了人还是找错了人。刚才提到了那个女店员，如果做丈夫的真的心中有鬼，他是绝对不可能在自己的妻子面前去表扬赞美那个女性的，回避都来不及，他还津津乐道，这说明他真的就把她当店里的顶梁柱。你们一共也就3个店员吗？难道店员就不可以漂亮吗？我们又不是武大郎开店，所以核心是你们两个人婚姻出了问题啊，他为什么要当牺牲品啊？所以这一点供妻子参考。真的，您现在把它开了，那好了，这就说明丈夫在这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当然做丈夫的和自己的店员要有边界意识，这你需要梳理。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认为丈夫是为了这个店生意做得更好，他为他点外卖也好，送香水也好，一切是希望这个女店员更加的卖力，更加的为你们家里赚钱。谢谢各位老师。好，你们也思考一下老师的建议啊，我们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李先生，35岁，来自吉林，公司职员；石女士，35岁，来自吉林，公司职员。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就是想问问他，这个婚他还结不结了？我家提的结婚要求他都不答应，他到底想干啥？他家提的条件呢，简直就是卖身契，我呢不可能答应。他以前对我百依百顺的，现在经常跟我甩脸子，我觉得他就是心里有人了，不爱我了。他呢就是公主病，什么事呢只考虑自己开心，完全不顾我的感受。他天天把我当成佣人一样使唤，我是真的受不了了。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哎呀，两位对彼此都好像听起来很不满意，那谁先来控诉一下？我说吧，老师，他说话太费劲了，吭哧瘪肚的啊。行，是这样的，就我俩是因为交友软件上认识的。刚开始我看不上他，我觉得他不是我理想的男朋友。但是后来是因为他一直追我，上赶着天天接我上下班，跟我百依百顺的，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人也不错，找一个对你好的也能过一辈子。所以我俩在一起2年多的时间，现在我想结婚了，他就各种推我，各种给我画大饼，今天跟我说等一等，明天再跟我说等一等，现在倒好了，天天给我冷暴力，然后我家提的所有要求他都不同意，他现在就一直在拖我，我就现在就想来这儿问一问，他到底想干啥？这个婚结不结？这个感情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了？我真的拖不下去了。这个你家结婚提出了什么要求呀？咱听听。我家这边要求是要那个买个房子，买个全款房。全款房大概要多少钱？我想买个最起码也得100平左右，90来平的。得多少钱？50多，然后30万的彩礼。那就80多了，10万块钱的3金啊，那90多了。结个婚，他家得准备出来100万。但是你说他家养这么大，不应该给他准备娶媳妇儿钱吗？
而且我家也有陪嫁呀，我陪嫁个车，陪嫁个房，我还陪嫁50万块钱呢。你家有100万吗？没有，老师啊，我听说你们的那个就是都感觉高了，你想想我能达到他的要求？别说话，你们家反正提出这个要求的，你也认同父母的这个要求哈？我认同，因为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还有我闺蜜要的比我多得多。那他如果他家真的就没这个钱呢？我给他第2个方案了，他还是不同意。啥方案？签约法3章，还有一个婚前协议。先说约法3章。哦，约法3章特别简单。第一个事儿就是婚后不跟父母一起住，你在前楼后楼隔壁买我都不管你，但是就不能搁一个房子里。第2个事儿更简单，逢年过节在我们家过，我不跟你回家。生孩子姓谁的姓？第3个我不要孩子了。第2个事儿就是因为他家太远了。这约法3章，小伙子他也不同意，肯定不同意啊。你老师，你想想，我家3代单传，一开始说好了我们孩子是随缘要的，到现在直接说不要了，天天脑子里只想生儿子，生儿子，生儿子。所以你俩还没谈结婚，他就跟你说要生儿子？对呀，他说咱俩结婚，然后一定要生孩子，不能不生孩子。我刚开始还哄着他，我说随缘要，因为我年龄太大了，那我现在就属于高龄产妇了，我再要孩子，多多少少你考虑过我吗？你父母支持你不要孩子吗？我爸我妈随我。看出来了，但是男孩家里边是希望他生孩子，他本人的意愿也是非常需要生孩子。对，所以说我俩就因为这个事情，他就特别不同意签这个约法3章。还有一个婚前财产的婚前协议完我一说婚前协议，他当时就跟我炸毛了啊！我一个老爷们儿，我能当上门女婿吗？啥叫上门女婿？我就纳了闷了，我也没欺负他，我也没让他上我们家，我也没给他彩礼，怎么就成上门女婿了？那婚前协议说的是啥呀？很简单，如果离婚了，净身出户，就要么就出钱，要么就听话。对，他2个都不选。对，而且就是为什么要签这个婚前协议，是因为他当时骗过我，我家人觉得他心术不正。当时跟我刚处对象的时候，他骗我说是他家条件特别好，他爸是什么做买卖的，车房啥都是他自己买的，而且房子还挺好的。但是我俩住一起了之后，我发现他家就是很普通的那种郊区打工的人家，您懂吗？不是做买卖的。对，老师，我觉得吧，就是这个大概呢，就是我是出表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我是非常喜欢。那你就是确实欺骗了。对。这点我承认。他说买的房子是他租的，他说买的车是他爸买的2手车给他的，那都不是他的，那就骗我呢吗？这不就是？啥时候发现他这些谎言的？处了得有大半年，不到1年的时间。那咋不分手呢？我分了。他呱唧就给我跪地上了，扇自己嘴巴子。哇，那1年中你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吗？因为他给我花钱呐，或者平时我们出去没有什么异常。对我挺大方的，因为我也对他有要求。什么要求呢？逢年过节必须买礼物，只要进商场必须买东西。你确定他现在没有欠一屁股债来跟你谈恋爱吗？他肯定欠了呀。姑娘不知道，我跟你讲，你有没有？老师啊，不是，你等会儿，你有没有？哎，别上手，别上手，姑娘站回来。你回答有没有欠钱谈恋爱？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那他都给你买多少钱礼物？礼物的话大概是逢年过节我要2000到3000不等吧。你1个月工资多少，这位先生？6、7千左右。老师呢，平常他这些节过了我也就是可以送。但是呢，清明节他也要求我送礼物，你们说是不是过分？那清明节送什么呢？随便送啥都行啊，你去商场给我买去呗，新出的包包、新出的首饰，然后新出的衣服都行啊。你1年谈恋爱要花掉多少钱？我把我全部的工资都给他了。你租房的钱呢？他现在租房钱他爸他妈给。我本来想看了小片之后，想先听女生说这个结婚怎么谈不拢，再听男生说如何女生公主病。我听到这儿，我都不想听你说他公主病的事儿了。老师，我不觉得我公主病啊。那要不咱还是说一说吧，他咋公主病了？他吧，花钱大手大脚的，就是看到啥买啥，就是喜欢就得买，就得达到这种状况。第2点就是他吧，吃什么东西非常挑剔，就比如说那个螃蟹、皮皮虾，还有那个嗑瓜子啥的。就是必须我亲自用手剥了给他才能吃。还有就是家里边的卫生，就是包括洗衣服、做饭，全是我承包了家里边那个桌子，他得用手这么，就像领导一样擦一下看有没有灰儿，都得达到这样。手机信息必须得秒接秒回。我在公司开会了我得提前跟他说他不干。
一直给我打微信视频电话。有时候我在桌底下悄悄打开那个视频哈，他看着我开会的样子，这样他才放心。我这哪叫公主病啊？我爸我妈给我养得好，教育得好，那我怎么就不行呢？刚才说我花钱，我花的啥钱了？我自己挣的钱，我爸我妈给我的钱，我爸我妈的钱就是我的，我花的天经地义。哎，姑娘，你给他花钱不？花呀，他穿的衣服，他穿的鞋，他身上从头到脚都我买的。哦，那你给他花钱花多少呀？10到15、16个吧，就给他花的。对呀。哦，那姑娘也没吝啬，就是你送我2000，我回你个3000。对呀。哎，你一个月挣多少钱？1万多，完每个月我爸我妈还会给我。哇，你爸妈一年给你多少啊？不一定，只要就给。就是我跟我爸发消息，我说爸我没钱了，我爸就给我转了。有时候少点1万2万的，多的话我可能说我今天我可能出去玩，或者说是我跟我闺蜜要是干嘛去，就多给点。因为我们家是有那个年终啊，还有那些东西都有。就是股份分红。对，小伙子，你有评估过吗？就是你的女朋友他们家的这个家境哈，用财富来衡量的话哈，是你们家的多少倍？你知道吗？我感觉也就是3倍。如果只有3倍的话，我跟你说，这女孩没有这个气势。哎，姑娘，除了这个男生结婚的事情上跟你们谈不拢啊，其他你还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吗？那他问题可多了去了。第一件事儿，他答应我的事情做不到。我有洁癖，我有鼻炎，我需要有保姆打扫卫生，收拾一尘不染的。他跟我来句，哎呀，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请不起保姆。然后那个我干。现在不干了，怎么的？刚处对象，这才1年2年，他就装不下去了。有的时候啊，我从单位回来，就是上班加班很晚了，半夜起来都得就是说开我门，说要吃烧烤。你看我那么累，再一个我也是为他的身体着想，哪有半夜吃东西对他的身体身材呀也不好，是不是啊？我不也为他好吗？你不就担心我变磕碜吗？你当时不就因为我长得好看，家里条件好才跟我处对象，才跟狗似的追我吗？哎呦，难听了啊！就不要这么说哈。还有他离家出走，他把一个发烧生病的我扔家了，他不管我，他离家出走，还给我甩脸子，还跟我吵架。为啥？是人干的事儿吗？我那天晚上发烧了，他下班回来，我就跟他说，哥。我发烧了，我难受，你帮我拿点药，然后那个倒点水呗。直接把那个水杯啪就往地上一扔。我是你佣人呐，你就这么天天使唤我呀？我天天上班这么忙，我这么累，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了。你说发烧，你说难受，你是装的吧？跟我噼里啪啦一顿吵吵完扭脸就走了。离家出走就是我去外边开个房间，就让他在家静一静。他生病了，让他静一静。他就是心里没我了，他就是有人了，他就是外边跟别小姑娘气气咕咕的，他有人了。怎么就说他外边有人了？老师，我这么问你啊，你们所有人的聊天记录，如果说不是见不得人的，或者说是不是就是说你背着我外边跟别的人气气咕咕有乱七八糟事儿的，你会删聊天记录吗？我删，我每天都删，我不希望在任何情况下去暴露我的隐私，所以我每天都删。他是只删女的，他不删男的。他是删了多少个女的？我想请问。他的手机里，我那天翻了2700多个人儿，得有将近1800-1900吧，都得是女的。老师，这点我得纠正一下，像你们的手机现在内存都是多少？是不是都是512跟256的？我的手机还停在128内存，那我不清空聊天，然后我第二天怎么交代工作？咱俩相处这么长时间，你有关心过我吗？说啊，我给你换个手机吧。你为什么你手机上有1800-900女生？因为我的工作内容接触都是女生，我是传媒公司的啊，就是大部分客户啊，还有是员工啊，全部是女生，那我也没办法，你不能埋怨我工作吧，对不对？等，那句话。你说为什么让你女朋友给你换手机？你个大老爷们自己不能买台手机，为什么你不给我换？这句话啥意思？我自己不换是为了就是省钱嘛。他这个有这么多异性，不管他删不删，你有没有发现他和谁聊天？比如让你真正看到了，觉得有一些暧昧。有，我俩有一天晚上正看电视呢，一个女的，我清楚记得是一个漂亮的女的头像，给她发消息问她，李哥你在吗？我就问她，我说这你的谁呀？他看一眼没谁，把挂那儿了，不回。我说你回呀，啊没事儿，客户。我说客户找你大晚上有事儿，你赶紧回。直接扭脸进屋了。我说你要是心里不心虚，你没鬼，你回消息呀，你回电话呀。完了就跟我吵起来了，我就抢他电话，我拿了电话我就给那女的发消息，我说你谁呀？你找他干啥呀？你有事儿你就说呗，不理我。那个女的哈也是我的那个客户，正因为这个客户呢。就是说，我不想跟他就是做过于解释太多，免得就是越描越黑。但是他恨我不带回音20多个那个电话是不对的呀。
然后导致我这笔订单已经黄了。就是他现在这种状态，我认为哈严重了影响我的工作。所以你今天诉求是啥呀，小伙子？所以说我的诉求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压力太，就这样吧，你爱咋咋地吧。哎，那我给你几个前提条件啊，他还是这公主病，我估计他不是跟你犯公主病，他一直就有这公主病，他就还这样。但是呢，结婚的条件放宽，也不跟你要这要那了，他家来提供更多的钱，然后也不提这些什么婚前的什么财产的要求啊，你觉得还能继续吗？不能继续，我已经完全就是受不了。最好是分手。对，最好是分手。姑娘，来，你的诉求是什么？我诉求那肯定是好好继续的呀。他把身边那帮什么女的莺莺燕燕都给我整没了。你家有钱，你家就拿钱；你家没钱，你就答应我们家的条件，然后跟我好好的结婚，好好的继续下去。就是以前啥样，他现在还啥样，别给我整那些没有用的。完，你工作你也不用做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意为这个男人撕毁约法3章和婚前协议吗？暂时我要是说撕毁太假了，我只能说改一改，然后跟我爸我妈商量一下，就没有这么苛刻的条件。不要孩子这一条会坚守吗？尽量要。你这变得可真快呀！都35岁的两个人了，就好多来我们现场25岁年轻人，感觉都比你们要成熟稳定，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我觉得你们真应该好好思考一下。那你比你小5岁的妹妹啊，给一些建议或者您的看法吧。主要是因为我这10几年来的这个状态，有点就是那种忍辱负重，是吧？其实我还挺羡慕她的这个状态的，向往自由，然后肆意狂欢的那种。这个女孩家庭条件各方面吧，也允许她这样，所以我觉得她这个情况也是正常的吧。但是我觉得他俩吧，那反正不太适合，因为两个人的这个价值观，我觉得不太一样。哎，刘先生，听到没有？你太太压抑的多么的严重，她都觉得这女孩的生活她挺羡慕的，肆意狂欢。你赶紧吧，你付出点吧，回头真肆意狂欢去了哈。那您呢？您给他们一些建议？我觉得如果两个人真的是想奔着就是共度余生的话，就是不要因为一些各种条件给这个阻挡了。我们听听老师的建议吧。你们俩没有任何过得好的可能。这就是我的定义，你原生家庭给你挖了一个坑，你知道吗，姑娘？因为你从小到大你想要什么都有，只有这个男人他忽近忽远的，所以你觉得他新鲜，你是想要去拿捏他，但是你拿不住的，就是因为你生命中其实可能过往的人生经历中你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跟你说，千万不要下嫁。为什么？第一点，他对你一开始充满了欺骗，这就是蓄意的。第二点，他万万没想到你有个这么聪明的父母。想都不要想，说你能放宽的条件，你父母能放宽是不可能的。你父母一辈子永远都会像防贼一样的防着他，就是因为他一开始骗了你。第三点，你们家非常适合一个赘婿。你们内部应该也讨论过，对。而且其实基本上对他的要求也是按照邵美女士的要求来要求的，就是包括你不生孩子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你要找个门当户对的，你父母肯定劝你生孩子，只是跟他不要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你父母这一关你就过不去，你不要想结这个婚，姑娘。那么男孩为什么说你跟他好不了？第一点，你不可能达到他父母的要求。第二点，我告诉你，公主病改不了。就算他说他掏钱请个保姆，我跟你说，以后你就成了这个家里唯一一个被监控的人，360度无死角。你的一言一行，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向这位公主报告的。你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投机主义，不管你承不承认，你一开始去追求他，你知道他条件好，但是你也想看看你能不能拿捏他。你的本性比他要自私，因为你要面对的生存环境跟他就不一样。你每往上走一步，你都需要用尽你所有的力气，用你所有能够用的方法，但他不是。我跟你说，他被保护的这么好，你要想他父母得有多聪明多有能力。且不说你可能原本你是可以自己创业走向成功的，但如果你一旦娶了他，你未来人生的每一天你都要为他服务，你没有这个能力为他服务的，慢慢的他对你的要求，他对你的父母也会有要求。我觉得就这样，你俩就赶紧散，你俩在一起没有任何好的结果，俩都不好啊，夫妇得不了正。文老师在这方面是专家，公主病你看得多了是吧？曾经走过这条路。对，那但文老师现在啊，整个人性格啊，变得特别温和，我发现是不是遇到了比你强的人？不是，主要是开始有了改变，主要是听了陆琪老师的课。谢谢。其实是这样，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们两个人在台上的时候，我真的看不到有什么
美好的爱情存在。小伙子，你的整个心态和心思是很明确的。我必须要跟电视机前的很多人说，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年轻人想要通过婚姻来改变命运。但是问题是啊，你一开始只是单纯的抱着一个我找个富婆，我可以少奋斗很多年，我可以没有那么辛苦，抱着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然后找了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么多年，2年过来之后，你的整个心理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好像他说的，你像狗一样追我，在他嘴里面说出这句话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事实上是被羞辱。你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你有很强烈的自尊，因为来自于你家庭环境并不好，你的自卑感，你的自卑感导致了驱动了你说我愿意去找一个富婆，然后我可以去跪舔她，我可以对她做任何事情，我可以去取悦她。但是这种长期的羞辱在你内心积累起来的那个恶意，它到最后会变成一只野兽，它会吞没你。吞没了之后，你就变成了野兽，你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有一天你会做出很多伤害他，甚至于伤害身边所有人的事儿。至于那姑娘，社会有一个平衡机制，越有钱的人，他们的子女就越不堪，因为他有钱，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教育他们，然后你就想把最好的给他们，去宠溺他们，然后这些到最后，你看这些孩子到最后变得无比的骄纵，不尊重人，奢侈，甚至于有种种极端性，因为它是没有界限的。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你在台上表现出来的是没有丝毫的教养。人是有人性的，人是有社会性的，人性和社会性拉着我们，让我们显得像是一个人。你在台上你不像是一个人，尤其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爆发出来的那种东西，他不是女王，他是一个魔鬼。所以嘛，回归人性，再去讲爱情和婚姻。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人都做不了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你看，要想解决问题的话，还得来找陆琪老师。我觉得两位其实应该先去回归到你们两性关系或者是爱情关系的一个基本点，就什么是爱情当中的两个人，最起码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是平等和尊重。如果说我的经济条件好，不管这个经济条件是我创造的还是我父母创造的，我能够提供更多的物质价值，那另外一个人如果能够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是非常对等的，没有谁优谁劣。姑娘，如果你需要在爱情关系当中体会到更强烈的情绪价值，而你自己又是一个用你男朋友的话说是公主病的人，你很难提供情绪价值的话，你势必要用物质价值去做一个弥补。其实我听来听去，你是既没有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你也不愿意提供物质价值。那这样多掉价啊！你有啥价啊？那我为啥要上赶着扒着他呀？谁说上？你有啥？关键你有啥？你在爱情当中你提供给啥呀？我们在感情当中双方都得提供价值，对不对？你提供啥给他了？你告诉我，你在钱上也处处算计，他算计你，你不算计他吗？你生怕他多花了1分钱，我们听不出来吗？那他跟那些女的暧昧不清，他咋不说呢？他都不是暧昧不清了，他准备换人了，人家找下家了，有比你对他好的，有比你会疼人的，还比你有钱的。所以你去想想，你在感情当中能提供给别人什么？不是给他啊，我觉得你们俩10有8九是处不下去了哈。你基本有下一段爱情，你要想想你能提供给啥。我认为拿钱能买到的都不叫事儿，爱情最基础的是彼此相爱，爱他，疼他，关心他。所以你要思考的是这个问题啊。你我是更讨厌啊，小伙子。他是因为不懂，他是因为从小被惯坏，他不坏，他是蠢。你是真的坏哦。你从一开始追他的时候，你就是他说的，你就是冲着人家长得好看，家里条件好，所以你骗他呀，对吧？1年过去了，这姑娘又上头，又觉得你当年对她百依百顺，她下头很难啊，所以她只能咬着牙就骗了呗。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做一个好人，更不配拥有一份好的感情。即便靠你的欺骗或者靠你的种种手段，你暂时的拥有了，最终一样会失去，而且会加倍的把你曾经撒的谎或者你做的恶还到你头上。所以我们多做坦荡之事，才能有
如意的人生。你去找个比你有钱的人，我觉得一点都不丢人。关键你是坦荡真诚的去爱他，再谈我们的物质生活，好吧？你需要重新做人，你俩都需要重新做人，好吧？谢谢老师，谢谢。首先说一下你啊，石女士，你在20多岁的时候，你的少女心让男人宠你，男人觉得你可爱。可是你到30多岁还把自己当少女，那男人一定会远离你。而且35岁，我觉得您真的在做着18岁的公主梦，我觉得这不是可爱，甚至有点可悲了。真正的公主是别人心甘情愿的宠她，而不是提出来各种条条框框强迫别人来宠她。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的话，你会在婚恋关系、情感关系当中会吃大亏。因为你现在年轻漂亮有得选，你还可以傲娇，你能傲娇多少年？父母总有老去的那一天，你的赚钱能力可以一直这么强吗？你能一直保持这么漂亮的容颜吗？如果你做不到，等你年纪大的那天，你一定会被这个男人加倍的偿还你。你现在多么的压抑他，他以后就会多么的报复你。另外，我再说一下李先生，是不是听得特别爽啊？我告诉你，我现在说你的话要更毒。你眼中的你不是你，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自己。你为什么会觉得石小姐她特别在意钱呢？是因为你内心的投射，因为你极其在意物质，所以你就会在刚认识她的时候，你就去猜测她一定是在意钱的女生。所以我要伪装自己，而且这个事情你说我是善意的谎言，那我跟她在一起之后，我是不是在追她的过程当中我可以伪装？我追她之后我告诉她，但是你没有，你欺骗她了半年，这半年时间你都带着一个巨大的谎言面对一个这样的女孩子，就是人品有问题，没有其他理由跟借口。我跟你说，为什么李先生如此坚决的今天要分手？其实严老师问了一个问题特别高明，我觉得问得特别好。你说如果今天我不要那些彩礼，不要这些东西，你们还能走到一起吗？他为什么说他不会？因为他真的不会，因为他已经把你们家的底摸透了。你提的那些要求对他来说太苛刻了，所以我跟你说白了，你对他提的要求他看透了，你们家的钱不足以再让他来忍受这些，所以他要跟你分。你听明白了吗？所以这段关系我觉得到此为止，对你们来说都是一次成长。结婚有时候确实需要放弃一部分的个人利益，这是生活当中的常态。从爱情到婚姻，如果按常理出牌，几乎没有什么婚前协议，还有纸面的约法三章。我们再去看女方提出的婚前协议也好，约法三章也好，不平等、不公平，甚至充满着屈辱、霸道，而且更核心的透出的，那就是对这个男人极端的不信任。男人是要面子的，虽然虚荣，虽然也看重你的貌和你们家的钱，但是他更看到一旦走进这段婚姻以后，在你们家他可能不是顶天立地的那个男人。你高兴的时候哄他一下，抱他一下，你不开心的时候想如何的肆无忌惮就如何的肆无忌惮。你说这样的婚姻有意思吗？所以男生今天把自己真实的心态释放出来，想分手就坚定的分手。谢谢老师们。那我们请两组嘉宾回到我们的转门后，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会是怎样。来，请回。我们请两组嘉宾回到门后，做一个简单思考，看看他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啊，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呢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小心被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组夫妻的选择，他们应该是出来的吧？那肯定会出来，我觉得会出来。尤其这个丈夫，您看他一脸的悔意啊。对，还是很想改变的哈。来看看他们出来会说什么吧哈。来，请开门。手拉手出来喽！哦，出来了，欢迎欢迎你们。哎，出来就笑一笑嘛，别都那么严肃。大姐能看着老公吗？今天一整场都没看他一眼。哎呦，但是有一点，两个人手紧紧的握在一起，没有松开过啊。丈夫先说吧。我真的很多的问题啊，然后通过今天跟各位老师的沟通，
然后老师的意见我都记在心中。我之后就是我去改变自己，能更好的为这个家庭做付出。那你看着你妻子的眼睛啊，你打心里说你爱她吗？我爱你。哎呀，妻子回应一下呀。两个人多少年没抱了？你看不由自主抱在一起。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这对都不用说，我们拥抱吧，他迫不及待的抱在一起，多抱一会儿，多抱一会儿啊，丈夫。18年的这种积压的，今天算是一次释放。来吧，亮灯吧。哎呦，妻子哭了此刻最想的就是这么拥抱一辈子吧。丈夫也快哭了哈，这个妻子有什么要说的吗？其实我就是想着，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家一直幸幸福福的走下去。那你看着你老公的眼睛，他一直在注视你啊，你爱他吗？我爱他。哎呀，挺好的一对夫妻啊，相信你们未来生活会越来越好，还要度过你们幸福的中年，包括孩子们长大之后你们的晚年。想想那个儿孙满堂的那种幸福，3个孩子哦，将来说不定有6个孙子，多美好的生活啊！咱们要为美好继续储蓄我们的爱情，好吗？祝福你们，谢谢你们来到爱情保卫战，好，再会，谢谢老师，大哥加油！这老公也是个好男人，挺好的。收看完整的节目呢，欢迎您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情感导师会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和大家进行连麦互动。好，我们来看看第2对这个情侣的选择，他们还会出来吗？不出来，不出来，不可能出来，我出来。这女方不会又犯这个什么花痴病又出来了吧？不会，不会哈。女方渴望的门一关以后，男的跪在她面前，现在不可能。哎，那我们看看最后的选择是怎样呢？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请开门。肯定没了，不出来。他们出来我走，他们出来不可能，不可能，没有哦，不可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最后这对情侣也30多岁了，其实结婚固然是需要一个恰当的时间点啊，不是因为年龄我们就要一定进入婚姻，但是还希望大家呢在适婚的年龄，我们找到自己的意中人和适合走入婚姻的人，早日成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才能像我们第1组家庭那样生3个宝宝啊！哎，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感谢老师们今天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